勒沃库森上赛季拿到德甲冠军，你觉得球队的最大功臣是谁？是主教练阿隆索，还是另有其人？无论你给出什么答案，都是正确的，因为这是整个球队所有人所做出的贡献。但如果真要挑出一位出来，且为球队贡献最大的球员，那我只想到他——弗洛里安·维尔茨。上赛季德甲联赛11球11助，中场拿球进攻稳如泰山，而他那时只有20岁，在这样的年龄就表现出中场大师才有的沉稳和视野，是球队夺冠最关键的球员之一。今天就来聊聊他的故事。在维尔茨出生的前2年，科隆俱乐部挖走了勒沃库森一名12岁的青训球员，并且签了8年的长约，这使得在同一个州的勒沃库森非常不满。在北威州，这2家俱乐部可以说是死敌。除了这2家俱乐部之外，这个州还有多特蒙德和蒙辛。勒沃库森为了自己的青训球员不再被挖角，在2001年和蒙辛、科隆这2家俱乐部签了一份君子协定。条约内容说，不能互相挖角对方的青训球员，但不包括成年队的球员。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保证俱乐部的发展，以及青年球员能得到良好的成长。3方一直都履行这个君子协定，直到2020年由勒沃库森自己打破。维尔茨03年出生，是家里的第10个孩子。你没有听错，他是家里的第10个孩子。他有9个哥哥姐姐，他的父母生他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。对于德国家庭来说，他的家庭是一个大家族。他的兄弟姐妹都从事体育方面的工作。关于他的父母为什么生那么多，有球迷打趣到说，可能想生出一个足球巨星。这说法虽然搞怪，但并不毫无道理。他的父亲经营着当地的一家足球俱乐部，是俱乐部的老板。如果家族中有球星诞生，肯定可以给自己争光。在维尔茨前面出生的8个兄弟姐妹都没有在足球方面取得成功，但他和他第9个姐姐的出生即将改变这一现象。维尔茨和他的姐姐在父亲的俱乐部青训营接受足球方面的培训，意思是他们很小就开始踢球，也看得出他的父亲很想他们在足球方面取得成功，任何足球有关的事他都亲力亲为。他们的每次比赛，父亲都会到现场观看，这给了维尔茨很大的动力。他的父亲在他7岁决定要把他送到更大的职业俱乐部，并且在自己的小俱乐部练习，没有一流的设备和教练，只有去到大俱乐部才有利于维尔茨的发展。所以维尔茨的父亲带他去了科隆俱乐部试训，而他的天赋被科隆青训教练组一眼就看上，成功入选了科隆的青训营。他的父亲之所以选择去科隆试训，而不是选择其他俱乐部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家离科隆俱乐部只有13公里，坐车20分钟就可以抵达俱乐部，跟哈弗茨完全相反。哈弗茨小时候去俱乐部要2个小时。在科隆青训营期间，他在中场的天赋引起其他球队的关注，这也包括勒沃库森。可是2家俱乐部签了君子协定，不能签约对方的青训球员，这使得勒沃库森无从下手。但他们一直在等待机会的出现。16岁的维尔茨代表科隆 U17 参加德国冠军联赛，并帮助球队获得了这个联赛的冠军。凭借在 U17 比赛中的精彩表现，科隆想要将维尔茨提拔到一线队。但这个时候，勒沃库森看准机会，开始争夺维尔茨。勒沃库森先邀请维尔茨的父母参观俱乐部，介绍俱乐部可以给年轻球员怎样的机会，以及在勒沃库森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。在跟他的父母做完思想工作后，他们也和维尔茨进行了谈判。这让维尔茨看到俱乐部的诚意，所以决定加盟勒沃库森。他自己说，我在 U17 级别转回到勒沃库森完全是我自己的决定，因为我在勒沃库森看到了更好的前景，而且结果也确实如此。但这让科隆非常的生气。当时科隆主教练斯特芬说，这笔交易打破了科隆、勒沃库森和门兴之间的协定，他们忽视了我们所处的商业环境。但勒沃库森表示，他们签约的是一位成年队的球员，并不是青训球员，所以不算打破君子协定。那么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？勒沃库森有没有打破君子协定呢？
他过了自己17岁生日仅仅15天之后，当时俱乐部主教练彼得在德甲第26轮让他首发出场，这超越了哈弗茨，成为俱乐部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发球员。在第30轮勒沃库森对阵拜仁比赛下半场46分钟，他替补出场，在比赛第89分钟，他禁区内远射破门，成为当时德甲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球员。他第一个职业赛季表现就能明白为什么勒沃库森宁愿撕破君子协定，也要将韦尔茨买下。他天赋真的非常的出色。他姐姐朱利安跟他有着一样的足球天赋，韦尔茨去到哪个俱乐部，他姐姐也会去到那个俱乐部。从科隆到勒沃库森，他姐姐同样表现得很出色，也入选了 U19 德国女足。他们两个在男女足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开头。韦尔茨在学业方面也没有落下。为了顺利拿到高中毕业证，他放弃了出战欧联杯的机会。在德国国家队期间，他带上了自己的老师，为了不落下学业进度，他自己说：“我必须承认，同时管理两者是非常累人的。我知道我必须以同样精力对待我的学习和足球，尽管足球对我来说更自然一些，但我意识到我在学习上所剩的时间不多，我不能在快要结束的时候选择放弃学业。”18岁时，他顺利拿到了高中毕业证。韦尔茨对待学业和足球态度值得年轻球员学习，这才是足球人该有的态度。他从21年开始一直是德国国家队的常客。他本来是可以出战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，但在22年3月份对战自己的老东家科隆比赛中，科隆全队好像吃了火药，他们把勒沃库森球员往死里踢。13分钟，弗林彭受伤下场；27分钟，韦尔茨也被踢伤下场。但韦尔茨受伤比较严重，是职业球员害怕的前交叉韧带撕裂，这次受伤使得他赛季报销，也错过了22年的世界杯。科隆球迷却非常开心。他们当初看到韦尔茨转会到史迪勒沃库森就非常不爽这笔交易，也对韦尔茨非常不满。这次把他踢受伤也算是复仇成功。18岁就经历这样大伤，对他来说显然不是好的开头。在大部分情况下，球员大伤后复出，水平和状态都有所下滑，也可能一蹶不振，从足坛消失。他在养伤期间积极的康复，为了早点回到德甲的赛场。在告别联赛315天后，他在德甲22-23赛季第16轮对阵门兴的比赛下半场76分钟替补出场，宣告自己已经完全康复。在剩下德甲联赛里，几乎场场都是首发身份出场，送出了7个助攻和打进1个进球。大伤过后，他的状态丝毫未减。22-23赛季德甲第8轮，勒沃库森0-4输给拜仁之后，当时主教练塞瓦内宣布下课，继他的则是哈维·阿隆索。虽然在球员时期，阿隆索夺得许多荣誉，但作为主教练，他那时还是个菜鸟。勒沃库森的球迷对阿隆索的要求非常低，只希望他能够不让俱乐部降级就行。赛季结束时，阿隆索不仅将球队逃离了降级区，还帮助球队拿到联赛第6的成绩。韦尔茨复出后，更是让他作为球队的主力，因为同样作为中场球员的阿隆索看得出韦尔茨身上的潜力，也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了他，激发了他的更多才能。从2012年到2022年，这10年里德甲冠军都属于拜仁。凡是能够威胁拜仁地位的俱乐部，他们都会用尽方法将对方俱乐部的主力球员买下来，例如莱万、基米希、诺伊尔等等，这让其他德甲俱乐部无法撼动拜仁的地位。也因为冠军一直是拜仁，德甲缺少了一些看点，球迷也厌倦了只有一位霸主的联赛，他们更希望有球队能够挑战拜仁的地位。23-24赛季德甲第2轮，韦尔茨送出1个助攻，并获得全场 MVP， 帮助球队赢下胜利。在联赛第9轮，他1球1助再次获得全场 MVP， 也夺得10月份的德甲月度最佳球员。在德甲前28轮里面，勒沃库森没有输掉1场比赛，只要在29轮赢下胜利，他们就提前5轮获得俱乐部历史上第1座德甲冠军。韦尔茨用职业生涯第1个帽子戏法帮助球队5-0赢下布莱梅。他打入进球后，现场球迷已经按耐不住了，纷纷冲进球场想要拥抱韦尔茨，但韦尔茨双手示意和球迷说：“再等等，比赛还没有结束呢。”但为时已晚，球迷已经压入球场，裁判也宣布比赛结束。勒沃库森获得德甲冠军，接着他们也获得了德国杯的冠军，差一点点夺得欧联杯的冠军。虽然离3冠王仅仅1步之遥，但已经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赛季。韦尔茨的表现引起了多家豪门的注意，勒沃库森当然不会轻易放走他。他们对豪门球队说：“给我1.5亿欧元，我们才会卖。”即便这么高的标价，皇马、曼城、拜仁都想要这位球员，但韦尔茨并没有离开球队的想法，他还想为球队再征战1个赛季，毕竟刚刚拿下德甲冠军，下赛季可以参加欧冠。他身穿的10号球衣，除了担任10号位之外，也是致敬他小时候喜欢的球星梅西。
如果巴塞罗那愿意报价他的话，他可能更偏向巴塞罗那一点，毕竟是自己童年偶像俱乐部。无可否认，他即将是德国未来几年最出色的中场球员。以上就是威尔茨的故事。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，请点赞分享。这里是节目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